好，我们才陆续的接触《狂人日记》啊，他标榜的是目的在哪里？礼教杀人，礼教本来是好事，是吧？礼呀，这不是文化，对吧？教是教育你、教导你，那就是让你做正当的事情，很正很对的。万万没有想到啊，我们一定是儒家来执行，因为虽然有九流思想，可是儒家是最昌盛的啊。可是这个儒家啊，时间一久啊，出了一些裸儒和腐儒，腐儒就跟豆腐乳一样的，吃的是糟糟的气体。他的律法反而是害了我们国民。比方说啊，他有一条规矩，有一条律法，就是男女啊是授受不亲。比方说我要给东西给你，不能用手递给你，丢这是不是？拿去。各位，你觉得合理吗？不合理。对啊，好，就是说，如果一个做小厨子的碰到他的嫂嫂，他的小嫂掉在水里了，他要伸手去救他才行，对不对？可是不行，嫂嫂对不起啊，因为男女授受不亲啊，我不能拉你啊，你去死吧，合理吗？不合理。太糟了，实在是太糟了啊！然后啊，我们老儒们考的有24孝，24孝里头有一个叫黄祥啊，母亲生病了，母亲想吃鱼，他怎么样？他去躺在那个冰上面，冰融化了，真的跳出一条鲤鱼来了，会有这种事？我们可不可以来？如果你在天冷的时候躺在冰上，你不感冒那才怪，对不对？还有一个人叫王某，家里面很穷，连帐子都买不起，没有帐子，他怎么办啊？夏天不是蚊子很多吗？是不是啊？他先跑到睡下来去喂蚊子，等着蚊子来叮他，都叮饱了，都吸满了血了，飞不动了，他才让他的爸爸来吃。各位，要不要今天我们也这样做啊？所以我们的传统啊，完全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比方说，我们原来儒家的那个讲究是小仗则收，大仗则走，说父母对子女当然要管教，没有错。小小的打你几巴掌还是打你几棍子可以，如果拿个大棒子来，那这一棒下去就脑震荡了，那你怎么办？当然不能跟你爸爸对打了，那你爸爸会被你打死的，是吧？赶快就36计，走为上策啊！一定是这样的，而且是父母为其其子忧，做父母的对子女就希望他，等着健健康康、肥肥胖胖的就好了，千万不要生病，对不对？哪有说是父母希望子女生病害病来报答父母？哪有这种道理呢？你说这个裸儒腐儒啊，搞的这个24孝啊，这不是岂有此理吗？太落伍了，太旧了，太不合理了，对不对？那我们要不要破除？要不要反对了啊？然后好，再进一步说，他没完没了啊，变成这个裸儒一直控制到后来圣明理学，这个圣明理学是要命里面有一个这个张载写的《西敏》里面就谈到晋献公晋献公宠爱他的姬妾叫做骊姬，骊姬就要想办法把原来的太子
害死还是流放，让他的儿子有机会，对吧？所以就来打算了害他这2个儿子。那么其中一个就是后来的晋文公，就是公子重耳，他是老二，他很聪明。哎呀，一想，哎呀，爸爸这样决定绝对是错误的，是吧？对儿子这样子了啊，我没有办法，我就赶不走吧啊！晋文公、公子重耳周游列国啊，最后他变成春秋5霸之一啊，成功了。嘿嘿，那个老大老大觉得爸爸要我死，我就死啊！这个有这么笨的家伙，哎，居然在这个宋明理学的这个张载的西名里面就说他说这个无所逃而再分呢，深深其功也。他说不去逃走，不是像他弟弟一样的逃走，就坐在那里等待死亡。这个老大叫做深深深深好啊，很恭敬的恭你个头啊，真的是太腐败的思想了吧？好吧，那么这个宋明理学为什么到后来那么盛啊？他有一条，他要求人大家要绝对是忠君，就是你一定要听皇帝的话，不管这个皇帝是个好皇帝还是差劲的你从头要听他的就是。所以历代皇帝当然是努力地来捧这个宋明理学一直到现在，关键还是如此举个例吧，在《儒林外史》里头有一段那个叫王禅姑娘，她的爸爸王秀才读了一字就去出，但是守旧不懂的书这个可怜的王禅姑娘丈夫死了，没有孩子，她要回来依靠爸爸，又觉得爸爸也很穷依靠不了，她决心自杀好吧，告诉他爸爸，他爸爸居然赞成。天下有做父亲的赞成女儿自杀的吗？没有吗？居然会有。他为什么？因为现在做爸爸呢，他想出名，我让我的女儿这个自杀死掉，就变成烈女，我能够培养一个烈女，我好有名他真的是这种卑鄙的想法。好吧，那这个王禅姑娘可怜了，她要死怎么死她采取个最糟的方法，就是饿死，慢慢不是往上死慢慢饿到后来饿死掉。那王禅姑娘的母亲不忍心女儿如此劝她，回来就是你是个爸爸，女儿如此，你为什么不劝你还在这个，他是爱你们女人不懂的，他还在那里想，一直等到后来，王禅姑娘终于气血死了。这个王秀才总算是明白了，我为什么不要一个火的女人？我要这个名声干什么岂有此理呀这个礼教杀人自古皆然到了今天，裸儒还是有，腐儒还是有。我希望裸儒腐儒不能再来了。我们儒家有很光辉的传统是没有错，有贡献也是没错但是这个裸儒腐儒他所定出来的理，定出来的不成文法，应当是帮助我们国民健康健全而不是来压迫我们的这个国民，让他做错事的，这个道理非常清楚嘛所以鲁迅有价值，
终于说了，我们这么多年来，好几千年了啊，我们儒家的兴盛，儒家是有功劳没有错，可是儒家的那些懦儒胡儒啊，也真的是害死了人啊！这叫做礼教杀人，这是鲁迅的功劳，这是我们要记得。